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因为这个甘肃的大地震，现在目前传出说这个搜救的行动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死亡人数是又再上升了一些，现在增加到131死，总共980伤哦，所以包含很多台湾人也都关注这一项消息。我们看到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是赶赴了灾区现场，目前房屋的这个毁损大概已经有15万间，而且灾区现在在建这个临时的帐篷安置灾民。截至20号的8点钟记录到400多次的余震。那现在目前看，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说，一定会全力来救灾让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且密切的侦测这个地震的这些目前的情况，还有天气的变化，防范这些等于说地震的后续灾害再次的产生。那可是问题是，现在甘肃的气温非常非常的低等于说在这样子过冬的物资上面，现在是有一些缺乏的，也需要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些援助，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能够保暖的一些衣物赶紧送往这个甘肃这边。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居民不敢回家，所以他们就是裹着棉被在路边起火来取暖那村干部也通知居民在屋外大家围在一起不要说因为这个家都毁了，变成然后得要受冻在外头，因此而这个生病，或者是说产生其他的一些后续的状况。那我们看看，还有这个街道上面有一些居民在路边生火取暖，有人披着被子，有人穿着厚棉袄也是希望赶快这一个灾情的状况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援助。那我们看在微博上面也有流传这样的画面就说有男学生本来是在跟舍友倒数庆生，结果没想到这个倒数我们直接看一下画面，从原本是在倒数庆生，然后结果突然变成收到了讯号，那个讯号是来自手机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些手机都会有地震预警，突然紧接着就变成了地震倒数然后让大家觉得相当的惊吓，没想到这次在甘肃这边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地震。那还有包含了有爸爸赤脚抱起女儿飞奔逃生那女儿身上是裹得非常的就是因为要保暖裹得严严实实的，让大家讲说这个父爱真的是非常伟大。所以现在真的是各地的一些援助都纷纷走向这个甘肃。我还有看到在微博上面有一些影片就是说很多人自动自发的去到那边给灾民们煮水饺也好做饼也好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这一场地震没有了家，然后甚至还得要饿肚子受冻所以也展现出来这个同胞之情，这个人情的温暖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讲到甘肃，大家有想到这是中国大陆的航太的一个摇篮，在酒泉的卫星发射基地是中国大陆最早建造这个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基地也最早被用于在长征2号的 F 载运火箭，还有神舟载人飞船的一个发射场。包含像天宫1号、2号也都是在此发射升空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0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新闻就是神17的航天员也进驻到天宫然后当时也是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来升空的。那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其实酒泉的卫星发射中心呢也已经完成了这个100次的这个发射任务所以其实酒泉发射的中心这65年来写下了非常多的太空的传奇。那只是说现在因为有这个地震恐怕人家可能也会担心说接下来会不会对于这个航天的重症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后续的影响，引发了一些关注那我们看看大陆卫星发射现在创下历史一箭26星，也同样是在酒泉这一边写下了这样的一个火箭的发射记录。那为什么会关注这个火箭的消息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一直这样好像虎视眈眈的要跟中国展开这样子太空的竞逐那他们有这样说，最新观察到说中国大陆的这个空天飞机在轨部署6具神秘的物体，现在已经开始发出一些传输讯号了。这是世界太空船的业余业者，他们一直在跟踪并且记录这些物体的活动以及发射的一些讯号。还有 NASA 呢，他们也是以这个雷射从深空传回高清的影片，然后他们就说这个 NASA 他们现在传回这个高清影片距离地球大概31100公里3100公里的一个探测器传回了这段影片影片主角是一只名为泰特斯的一个橘色虎斑猫，在沙发上追逐红色的雷射光点，那让
国际上面非常的惊吓啊，就是说，这个现在中美几乎是同时发射新武器美国的上将也提到说，现在中国的挑战是空前的严峻像是美国的 X-37B 的太空飞机，它在2010年首飞，可是经过13年都还在测试遇到发射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几乎是同一时间他们重复测试这个航天器而且已经成功发射，所以目前在运行上面都是一切正常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他们太空作战部的部长讲说，哇，这个中国已经展现出在太空的一些实力应该不太可能是巧合啊，就是代表说现在中国的这个太空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那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吧。这次甘肃大地震其实它是一个在地震多发区。那它这种地震，它专家讲述一种逆冲型破裂。它这个听说这个震的上下这样抖得非常非常厉害。其实被震垮的大部分是民居，民居的话其实都在2层楼高，所以它这个地震的破坏的效应非常非常的大。通常这个应该就2层楼的楼房，我看灾区他们房子也都是钢筋水泥的房子，不是那种很落后的房子，可是大部分都在民居里面压死很多人就房子当时倒的。那现在大部分的很多这些灾民都是不敢再回他们自己房子。我看他大陆的电视台访问这些灾民说，你们还愿不愿意回去？他说不行了，不能住啦。那你要知道他这个有些地方的地震你可以就2-3天慢慢来挖掘。甘肃这个地方我看很难，因为它到晚上零下十几度。对，你想想看，在零下10几度，它如果没有这个保暖设备，它如果被压在房子底下，其实它本身还有存活的机会，冻也冻死了。所以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事实上是很短的我看到他们的他大陆报道，事实上他们附近的这个防空的这个解放军部队旅大概差不多3-4个小时就已经去挖人了，可是还是有100多人死亡了。那我想这个主要我想跟他那个天候条件有关系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暖，然后要有地方可以遮风避雨。对，那他那边主要到了晚上都是零下14度、15度这种低温，他一定要有怎么样？要有帐篷，要有帐篷里面的保暖设备。那这个看起来他们已经大陆那边调度的还蛮快的，还有就是这些冬衣什么的所以这种地震基本上是在发生这个多发地区，因为我看记录说他们那个方圆，现在这次的地震方圆200公里在过去从1900年到现在已经发生了3次6级的地震，这次6.2级，然后它是一种这种逆冲破坏型的，它那个土地是上下震的，所以这个破坏力实在是非常的大。那到底就是说，除了民居以外还有什么大的这个公共设施的，现在还不晓得，因为它距离这个甘肃最大城兰州它还有差不多100-200公里。所以并不是一个人口聚集区，大部分是农牧区，它是属于这个回族自治区。那大部分放牧的，听说不只是这个人有死伤，他们这些牲口也有很大的伤亡所以以大陆中今天他们这种动员能力来讲，事实上我看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那只是你第一时间房子垮下来被压在下面，他们也没办法。那后面的他后续的看起来是。他这个举国体制调度资源是相当的快。那我觉得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台湾是地震多发区，其实中国的西北历次大地震、陕甘大地震、汶川那种都是6级、7级的，在历史上都是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那这一次他这个你可以看。都是民居被震垮，就压死了100多人可见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令人吃惊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甘肃酒泉发射基地的话，也讲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太空这个竞逐方面现在已经很多地方事实上已经超越美国了，因为它这个空间站现在美国的跟俄罗斯、苏联当时共同发射的这个联合号太空站可能撑不到2030了。而且现在俄乌战争打了以后乌克兰跟美国也很难在太空上合作。所以可能就联合号太空站之后的话，唯一有太空站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了。那它在上面，它那个整个太空站，它的那个
内部的这个现代化远超过现在的这个联合号太空站，所以中国大陆这可能在航太工业上现在是后来居上。好，我们来请教一下严老师。我有一次上客家电视台节目，他给我一个名片就是盐是甘肃的天水堂所以我小时候也听过我父亲讲说，我们祖先是来自于甘肃这个地方，所以我一直都蛮关心这个地方。那这次这个发生地震这个地点，其实跟那个上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也不是特别远就是大概就是刚刚介老师讲，就是在这个西北地方这个地震起来蛮多的地方。那可是大陆又还蛮重视甚至一路到新疆都会有地震。可是大陆又很重视说把一些工业放到这种西北的地方，包括新疆，包括就是它等于是分散希望能够有利用当地的这种特殊的比较好的地形来这个试射等等会比较方便一些。所以这一次看起来，那我觉得大陆可能未来在考虑这一些设备，这些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的加强。那我相信一样嘛，我们921之后，你看我们台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强度防止地震的强度都提升了很多那就是看起来现在是比较能够，虽然说不能够完全不会有这个造成一些灾害，可是会减少很多。那同样的，我相信他们经过了这次地震以后，特别是它比较重要的军事国防的措施，以后可能在防灾的这个预防上面，一定会做得更认真一些。但是我又想到，就是说，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曾经就汶川大地震，台湾就是说给予了很多的关怀。那我觉得那个是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让大陆人非常感激的。那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这次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包括我们的陆委会等等，会不会有做出一些动作？但无论如何，就是当对方有难的时候，即使是我们现在执政党认为跟台湾不友善，但你对他的人民好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人会记得，政府不友善没有关系我觉得跟人民的关系保持好，对台湾永远都是比较有利的。好，请教舰长。刚刚翟轩讲到说 NASA 以雷射从升空回传的这个影片其实它的速度没有比较快，只是它的方法很特别。它用的是雷射，它用的不是我们传统的无线电但是这一件事只有美国会吗？还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是在今年1月28号在那个夏威夷的最高峰莫纳克亚山上面的天文台，那个不是在欧湖那个是在夏威夷岛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框框，这个就是天文台。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绿色的雷射，这样子它其实是一个时序的，从左至右这样子通过。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当时那个有拍摄下来的这个日本的国立的天文台的这些科学家，他说这个是 NASA ISAT 的这个卫星它对于地面无论是水冰植被所做的一些记录。结果到2月9号的时候 ，NASA 的专家说不是，那个不是 ISAT， 那个是大陆的卫星所发射出来的。那大陆卫星到底发射这做什么？来看论文怎么说？看论文，这在2016年的论文它就出现了水下隐身动目标。水下隐身动目标是什么？是潜舰他说激光就是雷射与红外线探测技术的研究。他研究这个是干什么？也就是解放军在想方设法的，就是不打破声呐的限制。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水下的潜舰，它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532纳米的蓝色的雷射来找寻这个潜舰，量测它的深度。那潜舰到底在哪？它怎么知道呢？因为潜舰它会排出废热，那这个废热里面呢，它就可以从后面的红外线得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一连串的，是不是跟这个有一点像呢？
好，最近赵少康不断的进入到校园哦，想要抢攻年轻票。昨天是去到了联大跟学生对谈哦，他还大喊痛快。那原因是说啊，这个跟学生们激荡的火花哦，让他觉得说，哎，这样非常痛快啊。他说，年轻学子让他感受到后生可畏哦，也要向联大的学生致上感谢。他说，这是一场欲罢不能、精彩的对谈呐，所以大家都喜欢这样直来直往、直球对决哦。那网络上面的反响也是蛮热烈的。那就对比一下哦，那萧美琴能够进校园，为什么别人不行呢？赵少康认为啊，是不是教育部怕民进党哦，所以会选择一种不公平的方式？但那又能怎么办呢？求则变，变则通哦。虽然其他人不能进校园，在校外找地方也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哦。那就要来对决一下两岸的话题了。赵少康跟联大的学生座谈的时候，有提到了两岸兵役跟教育的相关的议题哦。那兵役是不是真的会恢复到4个月呢？那赵少康的讲法，他说两岸和平，如果是两岸和平的话，不要服兵役也没问题啊。但是宪法规定哦，国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要不要改回4个月这个是有条件的哦。那他说，这个解放军的战机飞越海峡中线飞来飞去，战舰也绕着台湾哦频繁的这个出现哦，大家都害怕战争。现阶段有可能吗？有可能这样更改这个兵役吗？只有等到两岸缓和之后，才好将这个服兵役的年限回到剩下4个月哦。那再来，他也提到了对岸说，其实当年大陆一穷二白，改革之后缺乏国贸管理的一些经验哦，当时台商也有帮忙出力哦。他说，所以大陆有今天，他认为应该要饮水思源、感恩图报，也不觉得有什么拍谁。他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大声跟他讲也没有关系哦。他认为说就是跟大陆是可以沟通的，是可以讲话的。那他说这个逻辑也是跟这个就是赖清德是不是有点不同呢？因为赖清德之前是用批评的方式来讲中国大陆，说不知感恩哦，那反而是夸赞这个日本捐疫苗，所以一边是在那边讲这个不知感恩，然后赵少康认为说可以用这样子大家彼此互相帮助的角度来做沟通。那再来看一下，赵少康讲到了蔡英文搞两岸，想要这个赢赌哦，又要赢话。他说有胆就不要去拿这些好处啊，因为92公示哦，本来就是这个双方没有要深究内容，不论是这个共打犯罪啊、经贸这些实务性的问题，台湾不妨把它当成芝麻开门，不管它内容是什么，不要想要赢哦，又要赢化，赌赢又要赢化，否则就不要赚这个对岸1年1600亿的美元呐。他说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哦，但是反过来看，现在这个拜登的声势不断被看衰了，会不会选情也联动到台湾呢？因为他现在的民调创下新低纪录。大概现在只剩下34%的支持度了哦，而且不满意度已经超过了60%。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现在最高法院19号取消了前总统川普参加这个州的总统初选的资格，成为第一个因为2021年1月份美国国会暴动而禁止川普寻求连任的州哦。这会对选情造成变数吗？还是说可能会对于这个美中关系、中美关系造成一些影响呢？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国防部呢有提到，美国新一轮对于台湾的军售严重影响到台海的和平稳定。他说台湾的问题哦，始终都是中美之间的重中之重、最敏感的问题哦，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否则想要以台制华，注定是失败，以武谋独也是死路一条哦。那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是说，福建舰也在测试这个电磁弹射器，有拍到这个小红车飞出的一些画面哦。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003福建舰他们已经在做一些这个电磁弹射系统的一些测试哦。所以从空中拍摄的影片看到，这样小红车在甲板前不远处还激发出了一个巨大的火花，看起来这个弹射器哦已经是铺设完成，并且开始进行一些相关的测试了。这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赵少康讲到了这个校园有人可以进，有人不能进？这就是现在的这个行政中立已经有问题了。校园应该是可以让任何人进去的。校园最重要就是让学子啊能够吸收到各种最好的知识，第一手的讯息。政治我们并没有说学生不可以关心政治啊，大学生不能关心政治啊。那这些政党候选人愿意进入校园的话，那不应该设限啊，对啊。而且赖清德自己也去过啊，台大政大不他去过了嘛，对不对？他就可以去。就到了这个口才辩捷的赵少康，他发觉这个对民进党选情不利，就不准他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双重标准啊。那凡事都检他有利的做，
那大学应该是自治的，不应该有这种所谓的黑手进去。你像好几个都不能进去啦，对不对？成大也不能进去啦，好几个学校都可以进去。那很奇怪的，那个湖北科技大学就可以进去。对，那你要不去就大家都不要去，那你自己也要积极进去，然后呢再挡赵少康。然后你记不记得前2个礼拜我们赖清德还跑到北一女去了呀？对，别人都不能进去，就他可以进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就民进党执政的这几年把我们该中立的地方都搞成怎么样？都不要搞成绿色的一种禁乱，绿色的禁地。他让你进去才可以进去，他让你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我是觉得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还有这个选举的时候，越到关键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他就怎么样，民进党就赤裸裸的，我就是干涉怎么样，我就是只有绿的行，你其他都不行。这个就是台湾的乱象啦。任何政党它应该不能够怎么高于政府，政府是依法行政，任何政党也要守法，不能够去怎么样去扭曲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高少康是很有风度啦。他说：“那你不让我进去，反正现在我在学校附近照样可以，学生卖座才重要啊。你今天赖清德去被学生问了半天，你那个贪腐的问题他都答不出来，所以他自己后来不去。那现在赵少康是越来越怎么样，越受学生的欢迎。很多青年人喜欢赵少康的风格，直球对决，绝对不怎么回避。这个是跟过去国民党的这些让人家诟病的风格，可以说一雪前耻。然后呢，让青年人呢重新认识国民党，重新认识国民党的候选人。所以赵少康，我们鼓励他继续多去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对国民党认知是很少。其实民进党掌握了课纲以后人家就说国民党以后不要选了。为什么？因为在课纲里面，国民党从头到尾都被认为是一个坏人坏党。教育从小时候就告诉你国民党是坏人，就是一个坏的党的话，你将来等他长大有投票权，会投给一个他从小被教育说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政党吗？不可能啊。不过我觉得是好是坏，不是在课纲里讲的都算。对，那年轻人有自己学习的机会，他自己可以去寻求很多的这些资讯，然后他得到正确资讯，他就发现原来我被民进党这个政府骗了。现在为什么年轻人大家都觉醒起来，就是已经感觉被骗了。你当初投票给你，现在我不但当兵役服兵役要变成1年，对不对？然后你们这些人吃香喝辣的，什么都要什么专卖，什么都国家队，到最后我们也拿不到疫苗，也拿不到什么，也拿不到快筛，也拿不到什么口罩，都被你们这些200万资本的小吃店去做了16亿的生意，然后呢，结果一查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吃不到鸡蛋。那年轻人更不要讲，工作机会有变多吗？对，工作机会有变多吗？薪水有提升吗？原地踏步不往后掉都不错了。这就是民进党欺骗年轻人，现在被年轻人看破手脚嘛。所以我觉得赵少康应该要再去进去到校园年轻人的地方去跟他们展现真正的国民党的本色，而不是被民进党扭曲那个国民党的形象。好，请教舰长。现在的战争形态已经不像是当年在抗日作战的时候，也就是说，靠着刺枪靠着步枪靠着手榴弹，现在表征于外的就是高科技。高科技需要的是长留久用的人，所以之前已经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我们觉得好像1年兵役1年好像不太够这就是个影子。未来会不会再继续延下去，延成2年？这个时候就要用选票做出决断。那至于说对岸呢？对岸就更不用讲。刚刚所谓的小红车就是这一辆小红车，它不只是一次，它要是各种不同的筹载，也就是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上面有歼35的这个战机，这个1:1的实体模型，它也要用这个重量去试弹射。然后同样的小红车，它也有空警600，它也有歼15这些战机的重量，它也要去弹看。那它当初的确之前测试的时候是有在它这个池子里面弹出水花来。那弹最新的照片，小舰长来当然要带最新的照片是什么？在武汉的水泥
航空母舰。水泥航空母舰大家觉得水泥没什么，不，所有新式装备都会先上水泥航空母舰。我们之前看到水泥航空母舰上面有空警600，然后有歼35，可是最近也是昨天所看到的就是攻击11，攻击11就是下面这个无人机，我们大家注意看一下它下面的这一个，有人说它是什么中程僚机，它其实更可以说的是它是前置的攻击武器啊。那这个是其实在2019年大陆的国庆的时候已经展出过这个了，但是当初呢我们都看不到它有什么，它弹仓到底有多大？可是我们刚刚看的这张照片，它是2021年的珠海航展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的弹仓其实容量非常大，而且它这上面还有锯齿状。锯齿状的是什么？是逆中的设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这个锯齿状的，之前我们在看栋梁2导弹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它的舷窗上看到这个锯齿状的这个装备。可是我们再来看，这是美军的 F-11拐，上面也有这种类似的构型，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先进的设计。不过我们在这边要讲，刚刚小舰长讲的说，未来的作战都是进入无人化。所以这个不是P 图 P 上去的，这是山东舰，它的甲板上面放的满满的无人机啊，各式各样的无人机。所以我们要正视大陆解放军全面的崛起，我们要做好准备，就是最起码我们要怎么样在谈判桌上面和平解决，不要让我们的子弟抛头颅洒热血，然后进入绞肉机。好，来问严老师。我想谈一下，就是川普啊，在这个科罗拉多州啊，当地的这个州的最高法院让他判定他不能在这个我们这个看板上面写的是说寻求这个初选啊，其实包括大选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他违反了这个美国宪法第14条的这个增修条文。那这样的一个判决还会再上到最高法院，因为还有时间，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最高法院最后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啊。但是看得出来是第一个，这个科罗拉多州原先过去这几届的总统大选都是投民主党的多啊。那美国又不在乎这个各州到底输赢多少，而是在乎你这个州这个选举人票嘛，所以本来川普就拿不到科罗拉多州的选举人票，那输掉这个州，即使是我只拿了0票也无所谓了所以这个不影响。那但是另外看到的一个就是说，这个7个法官判出来4比3，这7个法官都是民主党这个任命的，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会比较倾向民主党立场。那可是还有3位还认为说没有川普应该可以，就表示说川普应该还有机会。那如果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判决出现在乔治亚州、亚利桑那、摇摆州，那我觉得大家要担心一下。所以现在看起来，拜登如果说民调那么低，那川普这样的一个又不会影响他真正的选票，就即使真的发生，而且发生以后会让其他州这个川粉可能更这个气愤填膺，然后就出来挺他，所以看起来这对拜登其实是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判决，虽然好像大家感觉到哇，这个连美国的这个州的法院都认定这个川普不应该在这个选票上出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第一个，美国的宪法里头没有说犯罪的不能选举所以你看到就是过去在100年前有一个社会党的一个候选人，他在监牢里头选。还选了100万票，这是100年前的100万票，所以如果说今天把川普再抓进去，他照样选，他几千万票都照样拿得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所以看起来拜登真的是蛮危险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现在来看这个赖皮寮，越煽让人民越愤怒哦。那现在不但有我们上一节曾经讲到的观光地图，现在还有个美食地图都出来啦。在这个赖功德路上面看到功德祠堂哦，旁边有赖皮烤肠啊。那美国阿公路变成转角有一个赖皮转角咖啡厅哦。那功德山前面还有赖皮火锅，然后还有旁边有赖皮烤肉，这样其实都是在讽刺这个赖清德啊，吃赖皮小吃就到赖皮寮啊，变成了一个新的观光景点，也变成大家揶揄的一个焦点哦。还不止如此，有一种扩散效应出现了，就连这个赖清德哦。高雄也看到他的赖皮寮吗？怎么回事哦？原来是赖清德的高雄竞选总部被人家前面冠上了叫做赖皮国总统候选人哦的竞选总部，还很呛说赖着不拆，在这边给他1颗星的评价，反映出来这个大家的一个对你不拆迁，那我就到处点火，到处放火，让你面对为止。那真的是这个竞选总部有违建，其实是发生在台南这边哦。它的竞总落在这个样品屋，那被人家讲说，这是违法的吧？不可以这样子用样品屋来担任竞选总部吧？但是问题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这张照片显示出来，那时候还有一个人把它作为竞选总部，叫做黄伟哲。那时候没有被人家爆出来，可是现在赖清德还继续延续来使用，也就是说，是不是在台南这边这个不合法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呢？所以我们也致电去问了一下台南市府，说，是不是这个违建啊？那现场勘查了吗？因为昨天问的时候，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一种推脱方式说会再去现场查看一下嘛。那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回应，拖自觉赖皮赖下去哦。那再来，民进党现在变成了哭德族吗？这也是网友的一个讽刺哦。赖清德为了自己家里的违建哦，5度落泪，5哭啊。那哭完之后，这个有点像萝卜蹲哦。赖清德蹲完，郑红怡蹲，郑红怡也哭，郑红怡哭完又换黄鹏孝哭哦，大家接连这样哭啊。那到底在哭什么呀？就是有违建就拆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何况你们不是也是在那边已经说这是寄存违建啊，就要叫人家拆，反正就是在赖皮着嘛。那所以我们看柯文哲就说实在是看不懂啊，你们在哭什么嘞？为什么郑红怡要哭呢？他就说郑红怡哭，他觉得很奇怪，关郑红怡什么事情？无法理解。他说这个要去问郑红怡哦，因为你也不是当事人嘛。然后郑红怡回答他说那个哭就像你阿公被228整死一样的心情啊。人家说哇，这个回答很恶毒啊，你怎么会用人家阿公228的事情来比喻哦？但是我们也从郑红怡这一番话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被整嘛？难道赖清德有违建是被大家整吗？我们有故意去整他这个违建的事情吗？他违建是自己整起来的这个盖了那么多栋再来，赖清德是你阿公吗？就是你阿公的事情被整，然后要哭，那请问赖清德是不是你阿公的事情呢？赖清德是你阿公吗？你是这个什么台独金孙的什么大曾孙吗？就这不知道在干什么了啦，反正已经莫名其妙不理解了。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国家机器出动了，这个国土署说，这个废矿区的居住权叫做非传统违建，正在拟定要处理的原则这个内政部跳出来要救驾啦，他讲说这个废矿区的居住权是非传统违建，所以现在要有一个通案的处理原则，协助地方来处理。哇，所以网友的反应就说厉害了我的党。不合法就修到合法，然后国土署也出来背书，全党护议人变成全国护议人真是太恶心了。这让大家想到是什么？这违建也可以讲成非传统违建，就是这个民进党的造词之术嘛，不是走私是超买不是盖牌是校正回归，不是停电是跳电，不是没车是类火车不是现在就有一个这个非传统违建，难道是违建吗？这个党的词典又要再度更新了。那还有中年晃也出来讲，矿区公寮就是矿工的眷村不要跟违建画上等号让矿区的公寮来诉说自己的故事。现在都要用情勒的方式来讨论赖皮寮吗？那国安局现在设哨的事情，还花钱盖特勤宿舍的事情，也是说得不清不楚那我们看这个现在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只会看到一直不断上演的这种情勒苦情戏。
说什么心疼赖清德的母亲啊，她为养孩子什么粗工都做，我们没有否定这一个啊，但是单亲妈妈的小孩一定都要这个为了自己违法的事情赖皮吗？那你也不能这样子情勒单亲妈妈吧？那再来赖清德老家的争议，现在绿委讲说要审视矿业用地的居住权，真的是全党就一人哦。所以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大家网友们对于赖清德，处处都是在这边用揶揄的口吻。对啊，他现在就是说，其实赖清德这个整个案就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官位就没事情，没有官位哈，别人都有事情，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是一个特权的例子啦。对你这个认定是违章建筑的话，他也没有要你继续拆，可是你是政治人物，你要身为表率，对，你应该以身作则啦，不能说还要硬凹啦。因为台北新北市政府再怎么认定，他也说你就是违建啊，对不对？可是现在那个什么国土署啊，是不是林右昌那个内政部管的是吧？又出来插手了，是不是要把它就地合法啊？那个土地可是国有土地啊，你不能随便送人啊，你不能今天是赖清德，你土地就可以送给他，我们要好好看着他是不是又要这样搞啊？那这个他今天我看了昨天他的赖办的这个赖竞选总部的办公室的那个发言人啊，也出来说你们完全不懂得矿工这种子弟的辛酸呐。问题说那个辛酸，那个老房子看起来应该是辛酸，可是那个房子民国90几年就被他拆掉了，他自己拆掉了。他说他要在那边是他以前他爸爸住过的房子，怎么他自己干嘛给他拆掉？你要缅怀过去，你怎么把它拆掉了？那你那么缅怀过去的话，有辛酸的话，你房子干嘛过户给你儿子？你儿子跟孙子又不住在这里，现在这个房子又不是你现在赖清德的，对不对？那你现在一直讲你跟这个房子跟你自己扯在一起，又是他的辛酸，在台湾哪一个人没有辛酸呢？民国38年到民国48年，那时候所有在台湾的人，大家都是过着苦日子啊。对。你还有一个房子还有人到现在连房子都还没有了，对不对？还有人连房子都没有了，还露宿街头的都有了，哪要比辛酸？你现在可是飞黄腾达了，讲什么消费自己的过去吗？对不对？他应该要感激他的出身贫苦，然后在中华民国的政府之下，他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这个建构的民主制度下，他今天可以怎么样？可以又做到现场，又做到这个。那大家质疑他的就是说，你现在明明你已经是公众人物、政治人物，你要身为表率，你怎么搞的硬是在那边赖皮啊？最后东扯西扯，还自己哭不够，还要把那个其他什么郑弘仪这些都抓起来一起来陪哭，然后最后说你们都不能够了解他辛酸，你们在消费这个矿工之子如何，要把别的矿工的也要拉进来。对不起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公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豪宅对不对？现在那个已经打卡景点，很多人都去看过了，表面看起来也是不错的房子后面更像个豪宅旁边还有公园呢，修的花木扶疏，然后最可恶的还有一个宪兵的岗哨，我们的国安团队还要替他站岗，占一个空房子，而且也不是你副总统的房子，是你的儿子的房子，这成何体统对不对？你现在说，哎呀，那个是造谣，没有看到这个宪兵在打扫，问题那照片怎么来的？对啊，照片怎么来？你就空口说白话，然后现在他过去造的孽，现在大家都出来翻了。他在这个南铁东移的这个问题上面，他那时候高高在上，下面的小民跟他陈情，第一个把你们抹黑，第二个做法之粗暴。里面房子里面还有80、90岁老人家在房子里面，外面怪手就已经把你房子要开始拆了。那是什么那是暴政那自己享受帝王般的这种地位享受，现在他空房子，儿子的空房子还要宪兵去给他特勤单位去给他看守，还要旁边修一个那么漂亮的公园，然后呢，现在还说，哎呀，他隔壁的这个公寮怎么办？你是要消费你的邻居吗？现在又说什么有公寮说看谁来拆看，没有人要去拆他的房子，让他自己拆。他现在是公众人物，你拆别人的，在台南拆别人的房子的时候，义正言辞，
怎么到今天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就这样的赖皮耍赖皮啊？所以现在不是选举的问题，而是社会公愤的问题。社会已经起公愤啊！你看这个 PTT 上面怎么讲的，都是年轻人啊，他看不下去啊，梗图也不是谁做的，就是一些义愤填膺的一些年轻人做的啊。对，你这个做的是什么示范啊？你是示范以后，你做了大官以后，你飞黄腾达了以后，你也可以，你违建也不必拆，还有税也不必缴，很简单吗？今天你进入一个公园，如果收票的人不在，你走进去了以后，你说，哎呀，没有人跟我收票，所以我不必给钱。他的缴税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你当一个中华民国的公职人员，做了那么久，还位居高位，你不知道要交税吗？最后说人家他没有来收钱，那你就怪那个收票的人去上厕所了，他门口没有人收票。像我们一般人没有人收票，我们要等那个收票人回来，我们要给买了票再进去啊，免费进去，现在还消遣那个收票的人，所以这就是这种他的这个这种叫什么？这叫立法院长那位先生的他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民主时代可以不要廉耻吗？好，来问舰长。刚刚介大使说了很多啊，我追随介大使，但是我用镜头来说话，这个是已经哭了5次，觉得很哽咽。好，那家里觉得家里当初怎么样，觉得很哽咽。可是我们看一看，2013年，这是公视的画面哦。2013年的时候，担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他是怎么对于这一些南铁东移的居民呢？你看一脸不屑的样子，这不是我刻意找出来的画面哦，是他就是这样。那南铁东移到底是长怎样？南铁东移这个是苹果的画面，现在已经没有苹果了，但是还是有这些画面啊。他们就是跟刚刚大使讲的一样，这些老人家都是临时被扫地出门的。扫地出门之后，然后他们很难过，要离开他们的住居，然后他说像居住的房子鞠躬，然后他说我真的很不，这老妈妈说我真的很不想活的。至于刚刚讲到说那个有关于国安人员去扫地的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大家可能已经淡忘了，但是我必须要把它讲出来。2004年7月31号的时候，还记得吗？罗太太是怎么样叫随扈往东往西的？在2005年11月19号，还记得吗？那个阿扁的女婿，他又是怎么样把随扈当作用人的？这因见不远啊，就是这样子搞。你们真的以为那个国家就是你家了吗？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了，现在南铁东移的人，他当初的画面叫做他已经60岁了，今年最难过。之前帮赖清德要来奔波，为了要他来选举，结果选来拆他家的房子。好，用这一种逻辑，现在我们的功德副总统说，义务役的军人其实他们是在守护基础设施，然后或者是那个城乡之间做这个保护工作，并没有接上第一线，等着吧，到时候叫你上第一线的就是这种人啊。那刚刚我一定要拿这个自由时报的讲法哦，自由时报的讲法说保护矿区居住权，现在瑞芳区也说有这个状况，小县长必须讲，平西区也有这个状况。那这个当然要通盘来考量。那通盘来考量，其实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新闻台在讲什么啊？其他的新闻台讲说，那个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里长讲的很对啊，他说他们其实要看怎么样的合法化，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那不要因为选举了就搞东搞西。可是应该这么讲，因为该拆而不拆的人，那一直在那边哭哭啼啼的，那个昨天郑亮老师说，这会一尸15命，可能不止哦，就是比当初9合1大选的状况还要惨。你不要拆，你舍不得没关系，我们大家走着瞧。好，严老师。我刚刚还在给我看那个一段影片就是Bloomberg 就是纽约这个媒体，他们访问了我们3位候选人他很早就开始做，7月的时候
啊，就访问过赖清德，在哪里？就在公寮啊，里头看起来不像是公寮了。哦，绝对不像，里头有赖清德父母亲的这个画像，什么就很像一个蛮豪华的客厅，你知道？他在里头访问他嘛，那然后你去看那个里头的那个设备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像都看不到里面，但是这个记者，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 Bloomberg 访问他，那就在他那个公寮里头了。那你现在就告诉那个记者说，那个是公寮，我相信他也不会相信了。所以答案就是很简单，你赖清德当初你好像在拆这个台南的这个违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很有正义，但事实上你有没有同理心？如果你今天拆人家流眼泪的时候，你可以那么冷血，那现在你如果被指出来说你也有违建的时候，也不过刚好人还没有拆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哭了。那要是真正拆掉，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赖清德让大家会觉得说，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啊，我们讲说父母官应该是最关心这个在地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讲说中下阶层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生命等等。我没有感觉到赖清德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那这个同理心如果没有的话，就像小舰长讲的，未来他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同理心。今天如果说我们讲说台海发生战争，那有小孩子要送到战场，他觉得他孩子反正不在台湾，刚好不需要送，他也没有那个同理心。如果今天是按照美国的方式美国的常常是先上去像你看拜登的儿子还是先去了阿富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不同的价值。那如果今天大家看不到民进党这种双重标准，然后看不到他们这样子，然后用这种还在搞这种悲情甚至把这个228的这个都拿出来，我觉得真的是不相关，请你们不要这样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已经不容易被这样的东西来骗了那我也觉得说，今天赖清德这个个性会让他慢慢会。真的是有可能会输掉选举。我也问过一些跟他比较，就是认识他的，就是他的那个执着、那个顽固的状况，会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是有伤害的。就是他没有太多的弹性的话，那我觉得说今天都看不出来他能够来处理大的问题。连一个小的这个家里头，你看柯文哲还蛮聪明的，很快就拆掉了。那我觉得是不是赖清德花了太多的心血做违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好像违建盖成不像违建的时候，你就变成不是违建。如果违建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那就是违建。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定义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